2月14日，古装言情剧《东宫》在优酷播出后，就成为全网热度周冠军，并成为弹幕量第一的网剧。开播前后，不仅东宫定档、东宫男女主、东宫导演宠粉等话题词登上微博热搜，该剧还横扫豆瓣、知乎、抖音热搜榜，并跃升为百度搜索热点首位，成为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以下简称知否最有力的接棒者。随后在21日晚剧集更新后，该剧更是首次在微博超话社区里超过了《镇魂》，令不少网友表示没想到东宫能超过他们保持了大半年的第一。东宫女孩都是狼人吧？那么这部改编自匪我思存同名小说的古言剧《东宫》，又凭何能够在这古装大剧霸屏的2月剧集市场里成功突围呢？东宫大火现身证明，爆款有迹可循。对比同类题材中三生三世、十里桃花、香蜜沉沉、静如双媚者无疆等古言剧的走红因素，可见东宫能够大火不是无迹可循。从剧情上来看，那些爆款剧成功的秘诀离不开2点，其一是拥有宏大格局、跌宕起伏、反套路的高能剧情紧扣观众心弦，其二是将观众感动得一塌糊涂的那些历经磨难、终成眷属或相爱却不能相守的爱情故事。而东宫便是这样一部符合以上所有要素的下一部爆款剧，它让观众始于男女主的神仙颜值，陷于智商在线的剧情，终于剧中强心脏式的虐恋情节。剧集《东宫》讲述了历朝太子李成荫与西周9公主小凤之间的爱情故事，由陈星旭、洪小苒、魏千祥主演。剧集打出忘川之水，在于忘情的口号，预示了爱情悲剧的底色。剧中男主虽然爱着女主，却被仇恨蒙蔽，利用了女主，甚至灭了其母族。在悲痛欲绝下，小凤难以承受跳下传说中的忘川，打算忘情，爱悔交织的李成荫也随他跳下，两人最终一同失去记忆，重新开始。在男女主纵身跳下忘川以求忘情的首个剧情高潮播出前，除了男女主扛打低颜值吸引住观众的眼球外，智商在线的剧情发展也是该剧吸引人的一大亮点。首先是二皇子的弑兄阴谋，再是五皇子替兄报仇连自己都算计在内的灭族之计，还有单吃部落里重诺守信的铁达二王，其随时变换根据地的战术与看穿一切后同战士们的不屈精神，皆让观众看得热血沸腾，紧张不已。在一部以爱情为主的古言剧《东宫》里，能够看到如此高能的大格局剧情与战士们守卫家园的英勇情怀，对观众而言不外乎是一种基于爱情之上的一大惊喜。日前优酷内容运营中心负责人朱彦春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，东宫的走红不是偶然，在大 IP、大明星失灵的当下，作品本身有看点，迎合到了用户的口味才是王道。甜虐话梅剧成新式杀女简，既然这是一部古言剧，爱情自然是它最吸引观众的地方，也是该剧为何能够成为知否最有力的接棒者之因。与爆款剧三生三世、十里桃花、香蜜沉沉、静如双媚者无疆一般，剧里甜中带虐的爱情始终是唤起女性用户少女心的杀手锏。而作为言情后妈匪我思存的作品《东宫》中，甜虐的部分显然做得很极致，甜的时候让你高呼我又相信爱情了，虐的时候巴不得男主长命百岁、孤独终老。从男主的主动勾搭到女主的懵懂倾心，剧里桥上相亲、溪边泼水、水下渡气、流沙救人等桥段可谓甜度爆表。从最初的相遇都是一场预谋，到残忍真相在亲人鲜血下的展露无遗，直至女主崩溃决意跳忘川的名场面到来，短短数十集女主对男主的心路历程，从相识相恋变成相恨两相忘，如此让人情绪濒临甜虐两个极端的感情线，
可谓是让观众在痛并快乐着中大呼过瘾。而对于这类让人强心脏式的虐恋情节，东宫给予了他一种新定义：话美剧谈恋爱吗？虐你全族的那种。这是东宫里常见的一句弹幕，网友一边看男女主甜蜜互怼，催促他们赶紧相爱，一边惦记着故事中两人的悲剧性结局，既享受男女主疯狂撒糖的各种名场面，又期待剧情迅速开虐。这种甜蜜中带着心酸的观剧感受，就像吃话梅，也像恋爱本身一样，牢牢锁定了女性观众，让人回味无穷。其次，剧中这种一边享受一边泪流的审美现象，不仅让话梅剧成为新时代热词，还引起了媒体的关注。它的审美快感近似于古希腊悲剧，以人物的痛苦悲惨来抒发观众悲伤情绪，激发观众的怜悯，并在一个更高层次实现对美好情感的渴望与守护。虐恋虽然对爱情进行了种种摧毁，但它恰恰不是为了毁灭爱，而是凸显爱。日前澎湃在发表评论的文章中如此分析道：实力宠粉带来口碑冲速之象，东宫除了拥有话梅剧这一女性用户刚需特色外，依据网友的意见反馈对剧集进行调整，从配音、排播、主题曲、字幕、滤镜到番外篇的福利放送，堪称为网友的定制剧。王早了说，在2018年5月，东宫发布第一支长片花时，网友反馈剧中女主配音与自己心目中的形象有差异，于是东宫干脆整体更换了女主角的配音。再到剧集播出后，先是2月17日在关于剧情走向上，大量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喊话东宫编剧，东宫必须 be bad ending 悲剧结局句号。随后原著作者菲沃斯存在微博上暗示，虽然开播情人节，但是全部播完正好清明节，该剧情人节上线，清明节前一天大结局的排播方式，不但奠定了爱情悲剧的基调，还凸显了剧方对剧迷感受的充分照顾。如此用心的埋梗寓意结局，可谓实力宠粉了。再是2月18日20点，东宫迎来第2次会员更新日，一口气推出了第9、12集。其中第10集中，女主和男主相继跳下忘川，掀起首个剧情高峰。上线后，优酷监测到有不少网友反馈，跳忘川没有配上 BGM 背景音乐未免可惜。在与剧方沟通后，次日便换上了新的背景音乐重新上线。此时距离该集初次上线仅1天之隔，东宫应变的诚意和速度引发观众大量讨论，更是将东宫导演宠粉的话题推上微博热搜榜。而在以挑剔著称的豆瓣社区内，也有网友称自己为此提高了给东宫的评分，可谓诚意圈粉一波。除了音乐，东宫还对字幕、滤镜等细节进行了及时调整。针对网友吐槽字幕小以及一些场景下滤镜太出挑等反馈，东宫已经对部分集数进行了紧急调整，更新上线的部分画质层次明显更加丰富了。东宫海量的弹幕也成为优酷和剧方收集用户反馈的一大阵地。据悉，为了响应网友呼声，东宫还将推出更多番外篇，比如在第1集中一闪而过，让观众有些困惑的大皇子之死，如今已经放出长达10分钟的番外真相。接下来还有明远、顾剑、小峰3个角色的更多内容也将出现在番外中，让用户更多参与、更多互动，本来就是互联网的优势。在剧方和优酷平台一次次不遗余力的修改、迭代下，东宫成了互联网时代剧集迈向新形态的一次有益尝试。看流量明星，看 IP， 市面上有什么追什么，这是传统的内容制作方法论。今天的方法论不一样了。朱彦春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，
此次东宫在用户反馈和互动上的尝试只是迈出了一小步，未来类似的反馈机制还有沉淀的空间，而且是可被复制的。结语在甜宠当道的视频网站里，东宫以画眉味的爱情悲剧成功突围，这既满足了观众对新鲜感的诉求，也预示着新类型剧的兴起。在观众不满剧方不作为的剧集市场里，东宫更是以身作则，证明实力宠粉所带来的口碑冲速双赢之法。如此颜值扛打、剧情扛造、画面扛定格、诚意扛考验的东宫，岂有不火之理？